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《沧海传》制片人揭秘，为何选中肖战？绝非知音顶流光环。2025年5月，《沧海传》如期而至，一经开播便席卷热搜，成为5月荧屏最亮眼的一匹黑马。首日直播关注度破1%，优酷站内热度3天破万，连续4天蝉联猫眼热度日榜榜首。在权谋剧集扎堆的当下，《沧海传》为何能够脱颖而出？除了剧本扎实、制作精良，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就是饰演男主沧海的肖战。作为当下最具话题度的演员之一，肖战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。而这次，他再度成为舆论焦点的起点，不是绯闻，不是代言，而是他到底凭什么能演沧海？是因为顶流流量带来的热度加成，还是他本就拥有匹配这一复杂角色的实力？面对种种质疑与揣测，近日制片人张本首次公开回应选角内幕，揭开了这段流量与实力共生的真相。一，不是顶流光环，而是角色唯一人选。从剧本创作初期，我们就确定肖战是沧海最适合的人选。制片人张本的这一句话，为围绕在肖战身上的流量质疑画上了句号。他强调，沧海这一角色的塑造，既需要文弱书生的儒雅风骨，又要拥有权谋者的深沉与冷峻。这种矛盾而复杂的人设，对演员的外形气质和内在张力都提出了极高要求。导演郑晓龙则从更细腻的角度表达了对肖战的认可。他表示，肖战的眼神里有隐忍，有锋芒，那是一种蓄势待发的力量，很像沧海。在选角试镜阶段，剧组团队也曾接触过不少实力派演员，但最终肖战凭借眼神中自然流露出的克制、沉静与谋略感，成为沧海的不二人选。二，外形与气质双重贴合，人物弧光自然流畅。沧海这一角色具有极大的成长跨度，从目睹家破人亡的少年，到跻身市井学艺10载的复仇者，再到搅动朝堂风云的权谋大棋手。肖战在不同阶段的塑造中，展现出出色的表演层次感。在剧集初期，肖战身着宽袍，束发蓄须，以柔和文雅的形象示人，那种书卷气与他自带的温润气质融为一体。而在面对仇敌时，他的目光一寸寸压低，克制中闪动着锋利寒光，那种从书生到谋士的隐秘切换令人惊叹。观众不仅看到了一个在血海深仇中蜕变的少年，更看到了一个逐步掌控命运走向的复仇者。特别是在沧海回京后与朝堂大臣的多场博弈中，肖战通过微妙的面部控制与情绪节奏处理，将角色的理智、深沉、隐忍演绎得入木三分。一个角色的立住，靠的不仅是台词和造型，更靠眼神、语速、身体张力的全方位契合，而肖战做到了。三，拒绝躺赢，沉浸式角色准备打动导演组。流量的确可以带来讨论度与平台预期，但一个顶流演员若想赢得专业剧组的尊重，仅靠热度是远远不够的。沧海传剧组透露，肖战在进组前亲自为沧海这个角色绘制了生命图谱，将人物从童年至全沉阶段的心理变化、人物关系、关键事件一一标注，呈现出一条完整而细腻的成长曲线。他对角色的思考细致入微，很多想法甚至超出了我们剧组原有设定。导演组成员表示，他不是在诠释角色，而是在和角色共生。作为肖战首部采用同期声录制的古装剧《沧海传》，对他的台词功底提出极高挑战。剧中大量涉及堪舆、命理、兵法术语，加上古风对白的节奏感和韵律感，对演员提出表达精准又自然的双重要求。为了做到这一点，肖战邀请了专业台词老师随组指导。每日拍摄结束后，
依旧在酒店房间反复演练，从字音、语速到情绪递进都打磨到极致。与黄觉首次对手戏那场朝堂暗斗中，肖战在没有任何台词的状态下，通过微表情的调动，喉结轻动，额头出汗，眼神回避与冷笑交替，将人物的紧张、愤怒与克制完整呈现出来。黄觉在采访中提到，那一刻我几乎忘了他是肖战，只看到了沧海。4. 观众视角反转，从质疑到无法替代。令人欣喜的是，随着剧情推进，原本关于肖战是否适合沧海的质疑声，已逐步被他演出了角色的魂所取代。在多个社交平台上，《沧海传》的热评不再围绕肖战的顶流身份，而是集中在表演层次感、眼神细节、人物塑造等专业角度。尤其是权谋布局、浴火复仇等高能剧情片段，被观众剪辑成多条高燃明场面，广泛传播，成为短视频平台的流量密码。越来越多网友评论，原本以为是流量剧，结果被剧情和演技狠狠打脸。换人来演，我真的想象不出来。这种反向出圈的过程，本质上是肖战从偶像派向实力派跨越的真实写照。导演郑晓龙甚至罕见地给予高度评价，他演出了一个人从颓丧到坚毅的全过程，这是一个职业演员才有的沉稳与敏感。5. 流量不是包袱，而是演技的助推器。不可否认，启用顶流演员是把双刃剑。如果只是简单消费流量，而剧本质量无法匹配，最终很可能引发反噬。但如果演员本身具有强烈的专业追求，制作团队又能提供良好创作空间，那么流量反而会成为作品破圈的加速器。《沧海传》的成功正在于此，它没有躺在流量红利上，而是用一套成熟严谨的制作体系，承接住了观众的高期待。更重要的是，它用实际效果验证了一个残酷但真实的命题：真正能让观众留下来的，永远不是明星光环，而是角色与表演的深度。当郑晓龙公开宣布已经和肖战约定下部合作时，这不仅是一种合作意向，更是行业认可的一次重要信号。一个愿意不断打磨演技、突破自我限制的演员，终将赢得创作者与观众的双向尊重。6. 破除唯流量论，国产剧迎来真实表达的拐点。《沧海传》作为一个样本，不只是证明肖战可以演好沧海，更是打破了业内长期以来流量与实力对立的刻板印象。它让我们看到流量不是阻碍，而是需要正确引导和锤炼的资源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还让人看见了国产剧选角理念的进步。当主创团队以角色适配度为第一考量，而非市场标签时，当演员用真实努力去靠近人物而非人设时，一个真正的好角色才能被赋予灵魂与重量。正如制片人张本所说，演员首先要是人，才可能真正成为角色。这句朴素的话背后，是对表演本质的尊重，也是对浮躁环境中坚持专业精神的褒奖。未来《沧海传》的剧情仍将不断升级，沧海这一角色也将面对更多命运与人性的拷问。而肖战是否能够持续带来惊喜，我们拭目以待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这一次他已经用事实证明自己不只是肖战，更是沧海。而对于整个行业来说，《沧海传》也许不是唯一的答案，但它无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向。在流量与实力的权衡之下，真正能够穿透时间与观众心房的，始终是那份对表演的赤诚与执着。